全民穿越公路求生，爱丽丝拍了拍身下的魔方，14块紫色的方块从魔方里飞出，在半空中组成了一个大门的外框。爱丽丝漂浮到了大门外框之前，伸出一根手指，轻轻的一划，一道木门出现在门框之上。爱丽丝单手轻轻一推，木门被推开了。木门的背后是另一个世界，在世界之内，一行行文字以极快的速度划过。现在我将要带领你看看这个世界的真实，有胆子的话就跟过来吧。小爱同学，走，跟我进去看看，所有武器做好发射准备。我率先走了进去，小爱同学开着车紧随其后。当我迈入大门之后，立刻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。入眼之处，到处都是像是瀑布一样的数据，一行行的代码向着各处流淌，而底色则是无尽的黑暗，深邃的让人忍不住想要陷进去。进入大门之后，我感觉失去了重力与方向感，似乎任何一个位置都是原点，任何一个方向都是数值站立。欢迎来到世界的背面。爱丽丝漂浮到了我的面前，我仰头望向周围，黑色的虚空，白色的由各种文字组成的代码，无不诉说着这里的神奇。好奇妙，还有更奇妙的。爱丽丝单手扯过了一条飞过的代码，随手写下了几行字，随后一个1人多大的棉花糖出现在了我的面前。我捏了一点放到了嘴里，甜丝丝的，和正常的棉花糖味道一般无二。能做冰激凌吗？我想吃咖啡味的。不会。我原本以为他已经能熟练掌控操控世界的代码了呢，没想到爱丽丝居然给自己来了一句不会。你以为世界背后的代码就那么容易掌握吗？而且每个世界的代码规则和代码构成都不尽相同，懂不懂？你别小看这个棉花糖，这可是巴别塔花费了数年才解析出来的通用代码。这样啊，是我浅薄了。给你看点高端的东西。爱丽丝在虚空之中输入了一串命令，随后大量的各种文字构成的代码如同瀑布一样倾泻而下，而爱丽丝也摸出了一个无框眼镜，戴上，认真的瞧着那一串长长的代码。从我这个角度，隐隐约约能够看到那个无框眼镜上似乎有着同步翻译功能，左边是源代码，右边是释义，如同瀑布一样的代码上忽然亮起了红色，空间之中也响起了警报声，这绝对是运行出了错。不对啊，这个世界明明没有被占据，怎么会找不到虚数核心？不应该啊，难道情报组那边又搞错了？下次得找他们好好理论一下，这已经是这个月的第3起了，是时候整顿一下了。出了什么问题吗？没什么，只是这个世界的虚数核心被人拿走了，本来还想让你看点有趣的东西，不过现在恐怕是不行了。爱丽丝看起来一副云淡风轻的样子，但实际上有多肉疼，只有她自己才清楚。我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问道：虚数核心那是什么？很珍贵吗？当然，那可是一个虚数世界的核心控制器。玩游戏吧，知道修改器吗？这东西就相当于一个强力的修改器，只要这个世界存在的，你都可以修改出来，并且修改参数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讲，你就是这个世界的神。这样啊，要是有了虚数核心，岂不是可以掌控整个世界的物资？我要是有一个虚数核心，一定要给我自己刷一套8级，不，一整套9级的图纸，到时候君临天下，看谁还能对付我。出息，等你真正的拿到虚数核心之后，在乎的就不是什么8级9级图纸了，而且那些图纸都是掌握在半神的手里，都是随机投放的。你就算是掌控了虚数核心，最多拿到他们之前投放过的，但是没投放过的，你是无法凭空虚构出来的。换句话说，你只能拿到这个世界存在过的东西，或者能存在的东西。连8级9级图纸都不在乎，还有什么是比8级9级图纸更珍贵的东西吗？更珍贵的东西吗？其实你已经有了啊。我有了，是什么？我怎本不知道。前几天我派人对你进行了一次刺杀，那家伙手里有一把匕首，那玩意是量子碎片做的，相信一定被你收起来了。说句不客气的话，那把匕首甚至比你这一整辆车还值钱。那把匕首比我一整辆车还值钱？怎么可能？我承认那把匕首是很坚硬，但是也就那样。如果数量真的很多，做成装甲倒是还可以，但是就那么一点，就想和我的车相提并论，有些太夸张了吧？只是坚固一点，量子结晶的硬度可是超越了维度的，你在虚数世界内根本就找不到可以更改量子结晶的物质。真的吗？这玩意有什么好的？能不能跟我说说？好吧，这些虽然也是机密信息，但是以你的实力，加入巴别塔之后也能接触到了，提前透露给你也没什么。其实量子结晶的最大的用途不是制造各种工具，而是用来灌注世界。灌注世界？没错，就是灌注世界。我之前跟你说过，我们生存的世界都是虚数空间，存在于一个看不见的硬盘之中。我们实力再强，也是虚拟的，根本无法突破硬盘。但是
如果拥有足够多的量子结晶，并将这些量子结晶灌注到世界之中，那么整个世界将会被量子化，那将是一个全新的维度。这可是那些正神都极端渴求的东西，你说珍贵不珍贵？等等，你是说正神，像是琉璃冕下那样的？楼里，那个执掌部分科技权柄的半神，他还不够资格。原来你也获得了他的眷属，那么这条消息也可以跟你说了。那些半神还不够资格插入到量子世界争夺的斗争之中，只有再进一步，成为真正的正神，或许还有可能。现在嘛，他们大概还在忙着收拢那些失落的虚数核心，还无法将精力放在这上面。这里面的水这么深吗？对了，既然你已经获得了琉璃的神卷，那么你很快就会参与半神之间的对战之中了。你尽可能的表现好一些，获得的积分尽可能的提升眷属徽章的等级，这个对你有好处。怎么？这里面还有什么说道吗？这个距离你还是太早了，先提升徽章等级吧，等到你该知道的时候，自然会知道的。这样啊，那我还需要做点什么？再也没什么了。对了，这东西你拿着。这是我们组织研究出来的跨区域通讯设备，甚至可以做到跨越几个虚数空间传递消息，就是可能信号会不太好。有什么任务，到时候再说。现在给你的任务就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尽量提升卷者徽章等级，尽可能的爬到更高的位置。原来是想让我当鼹鼠啊！对了，这个人你注意一下，如果见到了，立刻汇报给总部，有奖励。爱丽丝将一张照片递给了我，